如果武器的命運是其母體文明興衰的縮影，那麼米格29支點戰鬥機的黃昏，便是對蘇聯軍事思想及其繼承者俄羅斯的一次徹底審判。2023年5月，波蘭空軍基地一架米格29戰鬥機在執行完最後一次巡邏後緩緩降落，發動機起火，飛行員走出座艙，向這架服役了數十年的戰機致以最後的敬禮。這曾是波蘭空軍的驕傲，是他們對抗外部威脅的第一道防線。但今天，他的使命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早已在機庫中整裝待發的美國 F-16戰機。這架米格29的最終歸宿不是榮譽的博物館，而是作為軍事援助被送往烏克蘭，在那片殘酷的戰場上耗盡自己最後的生命價值。時間推进到2025年底，在克里米亞的薩基軍事基地，隸屬於俄羅斯海軍的米格 29K 艦載戰鬥機，並未翱翔於其設計歸宿的航母甲板之上，而是作為陸基防空填縫劑，憋屈地趴在停機坪上。隨即，他們成了烏克蘭廉價自殺式無人機的活靶子，在陸地機場被輕易摧毀。這荒謬的一幕，恰是米格29乃至整個俄式裝備體系困境的完美隱喻。失去了體系支撐的高價值平台，其命運甚至不如一件消耗品。這不是孤立，而是系統性潰敗的一部分。整個12月，俄羅斯空天軍在前線機場損失慘重，多架蘇27、蘇30、米格31等主力戰機在起飛前就被摧毀於地面，而那些從東歐國家傾巢而來的米格29，其最終歸宿更是充滿了諷刺。他們被運往烏克蘭戰場，被迫與理論上更先進的同胞俄羅斯的蘇35、蘇30乃至蘇57同時操戈。與其說是發揮餘熱，不如說這是一場由地緣政治驅動的冷酷的廢物處理。米格29這位昔日的空中骄子，徹底淪為了大國博弈中最可拋棄的耗材和籌碼。這些戰損無情地揭示了一個事實：在現代化非對稱的作戰體系面前，蘇聯時代依賴前線機場、強調鋼鐵洪流突擊的作戰模式已然破產。那麼是什麼將這位昔日的空中驕子一步步推入了今天的萬丈深淵？而在同一片蒼穹下，比他更年長的 F-16戰損為何卻能跨越時代，不斷進化，至今仍是近30個國家空軍的終極信賴？這對同代不同命的冷戰雙雄，他們命運的史詩究竟是從哪一頁開始寫下了截然不同的結局？今天我們就來層層剝繭，揭開米格29隕落背後那5重無法掙脫的宿命枷鎖。當我們回望 F-16，它仍在全球超過25個國家的空軍中服役，生產線排氣滿滿，持續進行着中年升級。與米格29相比，這對東西宿敵的命運為何雲泥之別？答案就藏在米格29從誕生之初就被套上了那5重枷鎖之中，每一重都刻滿了蘇聯體制的致命基因。第一重枷鎖也是最深刻的原罪，就刻在米格29他們各自的基因裡——設計哲學。讓我們把拨片拨回20世紀70年代，那是冷戰最令人窒息的巔峰。米格29的悲劇始於繪板上那個冰冷而僵化的設計哲學。蘇聯軍事工業的核心邏輯是總體戰下的一次性消耗品。在米格設計局的繪圖板上，米格29被定義為一種前線戰鬥機。什麼叫前線？就是在那場設想中的歐洲大決戰裡，緊隨裝甲洪流在野戰機場起降，爭奪方圓200公里內的絕對制空權，進行一場預計不超過15分鐘的高強度空戰。為了這場15分鐘的輝煌，蘇聯設計師傾其所有，也犧牲所有。他不需要航程，因為坦克的履帶就是他的邊界；他不需要舒適的座艙和良好的視野，因為飛行員只是地面指揮系統遙控的傳感器和扳机；他更不需要長壽命和低維護成本。在世界大戰的消耗中，他可能根本飛不到第一個大修週期。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極致的片刻生，擁有驚人的瞬間盤旋能力和劃時代的头盔瞄準距，卻在航程、可靠性、人機工程這些決定飛機長期價值和作戰彈性的科目上交了白卷。它的机体空間被壓縮到極致，2台2D33發動機擠占了一切升級擴容的可能性。這種設計是典型的解決今天的問題，卻無視明天的世界。它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完美的升力體布局，擁有了令人驚嘆的邊條翼，它擁有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款實用化的头盔瞄準具，配合273導彈，它在格鬥中幾乎是無敵的代名詞。當1986年米格29首次訪問芬蘭時，北約的飛行員驚恐地發現，這架飛機的機頭指向能力已經超越了他們的想象，那是支點一生中最高光的時刻。但這正是它的悲劇所在，它是一個被詛咒的偏科生。它的設計壽命極短，它的机體空間極小，它就像一把折疊刀，锋利但脆弱。F-16的哲學則是擁抱變化，在它的基因編碼中篆刻的是進化與適應。它誕生於對越戰經驗的反思，起初只是一個強調機動性的輕量級拳手，但美國設計師為其注入了成長的靈魂，採用颈部穩定設計和電傳飛控，預留了充裕的机體空間和強大的供電冷卻能力。這使得 F-16能夠從一台格鬥機器通過不斷升級雷達、吊艙和武器，
進化成全能的戰場瑞士軍刀。它的機體是一個擁有無限擴展可能的未來平台。當歷史從世界大戰的懸崖轉向局部衝突與體系對抗， F-16 在從容地定義新時代的空戰。而米格29這種設計哲學的落後與局限，讓米格29在出生後的每一天都在忍受時代的拋棄，被永遠鎖在了那個永遠不會到來的昨天。第二重枷鎖無法彌補的阿喀琉斯之踵，短腿、高調與後勤噩夢。如果說設計原罪是內傷，那麼米格29在性能和後勤上的短板，則是實打實的身體上的缺陷。航空界流傳着一個刻薄的笑話，沒有一架米格29能飛到第聶伯河的中線。短腿的詛咒，米格29約600公里的作戰半徑，如果開啟加力全速格鬥，它在空中停留的時間甚至不足半小時。而 F-16 的打擊範圍性超過1300公里，這中間700公里的差距成為了跨不過去的生死距離，並且如果是帶有保型油箱的最新版本，它的航程甚至可以跨越半個歐洲。這意味着 F-16 可以從縱深安全的基地出發，從容組織攻擊。而米格29必須將自身脆弱的機場和後勤線推到敵方戰術導彈和遠程火力的炮口之下，它從一把進攻的矛退化成了一個被動的盾，一個純粹的機場保衛者。而造成这一切的元凶，就是它那2台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 RD-33發動機。RD-33發動機陳舊的離心式噴嘴設計，這種技術在惡劣條件下可靠，代價卻是以低速時燃燒不充分，產生大量積碳和滾滾黑煙。在現代空戰中，這無異於在數十公里外為自己點亮了一個頗具標誌的廣告牌，牌子上大大的一個箭頭指向下方，還貼心地寫了一行大字：向我開炮。相比之下， F-16 使用的 F-110或 F-100發動機採用先進的射流式噴嘴，基本杜絕了這一問題。雖然在空中，米格29的 RD-33發動機使得它宛如一架空中拖拉機，但在後勤維護上，昂貴的反而像一輛超跑。按照蘇聯戰時消耗品的邏輯，RD-33發動機壽命短，大修間隔時間極低，維護複雜且昂貴。反觀 F-16、F-110 和 F-100發動機，大修間隔可以達到數千小時，可靠的像一台老皮卡。這種耐用性帶來的實打實的經濟賬單，讓當初還是蘇聯盟友的一些國家苦不堪言。波蘭等國在加入北約後算了一筆賬，維持一架米格29的全周期成本足以運作2架以上的 F-16。這種經濟上的降維打擊，從賬本上就宣判了米格29的死刑。第三重枷鎖被禁錮了靈魂，與時代脫節的航電與體系。如果我們走進2架飛機的座艙，你會瞬間感受到什麼叫時代的裂痕。F-16的座艙被稱為上帝之眼，它擁有那個時代絕無僅有的氣泡式座艙蓋，飛行員擁有360度的全向視野，腳下甚至能看到掠過的雲層。它的航電設計核心思想是減負，多功能顯示器、手部離感系統，所有的關鍵信息都通過屏顯直接呈現在飛行員眼前。飛行員是一個決策者，他在指揮一個高度智能化的系統。而米格29的座艙則是一個令人絕望的信息迷宮，它依然充斥着密密麻麻的機械儀表，就像一個20世紀50年代的鍋爐房。狹窄的視野、沉重的座艙蓋框架，讓飛行員在激烈格鬥中不得不拼命扭動脖子去尋找敵機。更致命的是，蘇聯人對飛行員的極度不信任。在蘇聯的戰術體系裡，米格29只是一個由地面指揮引導系統遙控的插件，飛行員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聽從地面的指令，愚蠢的像一個玩具汽車。這種設計思想閹割了飛行員的主觀能動性。它的雷達雖然功率巨大，但後端處理能力極其原始，抗干擾能力差，目標分辨率低。一旦遭遇強力電子干擾，或者與地面指揮中心失去聯繫，空中的米格29就會瞬間變成一個失明失聰的活靶子。它就像一個空有肌肉卻大腦遲鈍的巨人。在數字化、信息化的現代戰場上，這種大腦的代差讓他在面對 F-16時，就像一個拿着大斧的壯漢在對抗一個手持自動步槍的特種兵。你還沒看到對手的導彈已經鎖定了你的紅外特徵。這種絕望貫穿了米格29近30年的所有實戰史。第四重枷鎖，無法洗刷的靈芝魔咒，實戰的終極審判。戰機的威名最終由戰場書寫。火力軍在這裡給大家講的天花亂墜，說米格29多麼落後， F-16多麼先進，不是故意抹黑誰，也不是對比捧誰，而是他米格29在實戰當中的戰績是真不爭氣啊！米格29的實戰史是一部無法辯駁的敗績彙編，從開頭到結尾，除了失敗2個鮮紅的大字外，沒有任何的裝飾。1991年海灣戰爭，那是米格29首次正式對陣 F-16 和 F-15， 結果呢，0比5。伊拉克的支點甚至還沒來得及展示他們的眼鏡蛇機動，就被聯軍的預警機和遠程空空導彈像打靶一樣從天空中抹去。1999年科索沃戰爭，那是南联盟空軍最後的悲歌。米格29再次披掛上陣，但面对北約壓倒性的體系優勢，他們的表現是0比6。多名優秀的南聯盟飛行員在起飛後不到5分鐘，就在完全不知道敵人在哪兒的情況下，化作了巴爾幹半島上空的火球。2022年至今的俄烏衝突，作為參戰方，俄羅斯的米格29不僅戰果寥寥，
自身更是在地面和空中不断损失，甚至淪為無人機的靶子。儘管俄羅斯方面總有侯版出口、飛行員素質差異、體系差距等說辭，但市場和國際觀察家只看結果。F-16在全球積累了76-1的驚人擊殺比，而米格29的實戰記錄一片暗淡，信任一旦崩塌便難以重建。零的魔咒像烙印一樣，摧毀了所有潛在買家對這款武器的最後信心。第5重枷鎖，时代孤兒的絕境，供應鏈崩溃與政治毒藥。正常情況下，戰鬥機的壽命可達30-40年，前提是需要一個穩定、先進且持續演進的後勤與升級體系支撐。F-16擁有一個全球化的生命支持系統，一個遍布全球的豪華朋友圈。從以色列到東亞，從美國德克薩斯州到比利時、荷蘭，從土耳其到韓國 ，F-16的零件生產線遍布世界。升級套件源源不斷。當一架波蘭的 F-16需要雷達升級時，它既可以選擇美國的最新版本，也可以參考以色列的實戰方案。米格29則成了時代的孤兒。隨着蘇聯解體，原本緊密耦合的供應鏈破碎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間。而隨着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和2022年全面衝突爆發，這個供應鏈徹底斷裂了。波蘭和斯洛伐克的米格29陷入了一個死循環，他們不敢向俄羅斯購買原廠零件，因為那等同於資助對手。他們也無法從烏克蘭獲得穩定的保障，因為烏克蘭自己也正處於爭端最新前線。在這種絕境下，維持飛行的唯一方式只剩下最原始、最直接的方法——器官捐獻。拆掉3架飛機，只為了讓1架飛機能夠勉強飛上天。當一款戰機的零部件需要在廢舊回收站和戰友的殘骸中尋找時，它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更深遠的影響在於，使用俄制裝備已成為一劑政治毒藥。伴隨戰爭而來的是史無前例的國際制裁，任何國家採購俄制武器都可能面臨技術斷供、金融封鎖和外交孤立的風險。俄制武器包括米格29的現代化版本米格35，在國際市場上已經變得高風險且缺乏吸引力。其出口前景隨着俄空天軍在烏克蘭戰場上不佳的表現，正变得愈發暗淡。於是，在2023年那個明媚的5月，我們看到了視頻開頭那一幕：這些曾經的冷戰悍將被成批的裝進貨櫃，運往他們最後的墳場——烏克蘭。他們將在那裡，在零件耗盡、結構疲勞或者被導彈擊中之前，完成最後一次俯衝。米格29的隕落遠不只是一個型號戰鬥機的退役，它是一個封閉、僵化、強調絕對控制、忽視個體能動性、脫離經濟規律的軍事工業體系的全面潰敗。它告訴我們，無論是在天空還是在各行各業之中，那些固守過去、拒絕進化、依賴指揮的工具，最終都逃不過被拋棄的命運。將人視為只會執行命令的機器，而非體系中最具創造力的核心，必然會在與智慧的對抗中落敗，最終走向枯萎。當波蘭飛行員向他的米格29致以最後一個軍禮時，他告別的是一架雖有靈魂卻注定夭折的鋼鐵雄鷹，更是一個曾經龐大卻早已迷失在歷史迷宮中舊日帝國的背影。而 F-16的傳奇仍在續寫，它也印證了唯有開放、進化、尊重人的價值，並與時代同頻共振，才能真正铸就跨越時代的永恆利器。這就是米格29用其一生書寫的最殘酷也最真實的教訓。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為止。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在米格29這長達40年的悲劇中，最大的罪魁禍首究竟是那個時代的蘇聯體制，還是他的2台冒黑煙的發動機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首先，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比例準確，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材質也說得過去，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对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價格確實比較親民。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